周彦川，你刚拿我的36万还完债，转头就来陪他试婚纱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沈南初，别在这儿发疯！发疯！今天早上催债公司发来结清短信，我第一时间想告诉你，我们终于不用躲债了，终于能领证了。结果呢？你在这里给别人挑婚纱。他是谁？一个过去的人没处理干净。过去，你创业失败，被人堵门催贷，躲在出租屋不敢出声的时候，是谁替你还的钱？你妈住院没钱交押金，是谁刷爆信用卡给你补上的？那些钱是你自愿帮我的。我自愿，是因为我以为你是个人，不是让你拿我当垫脚石。36万，怎么回事？明珠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看我要结婚，心里不平衡。我不平衡。转账记录、借条照片、催债录音，我一样没删。要不要我现在放给你未婚妻听听？沈南初，你闹够没有？我儿子今天试婚纱，你跑来撒什么野？阿姨，你每个月让我打3000生活费的时候，可没嫌我撒野。给几个破钱就想绑住我儿子，也不照照镜子。明珠是顾总的女儿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我不跟他比，我只问周彦川，3年感情，36万债，你准备怎么还？沈南初，别把话说那么难听，我们早结束了。什么时候结束的？昨天你还收了我订婚戒的尾款。周先生，您刚才改尺寸的男戒备注确实是沈小姐的订单。够了，你闹到这儿，不就是想逼我认这36万吗？我要你认的不是钱，是你欠我的账。正好，协议我带来了，签了，36万算自愿赠与，以后不准再提。还有暖巢系统，那是我在盛海的项目，跟你没关系。周彦川，原来你今天不是来试婚纱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来偷我人参的。周彦川，他说的暖巢系统又是怎么回事？明珠，他以前帮我整理过几页资料，就以为整个项目都是他的。几页资料？产品逻辑、用户画像、场景流程、路演稿，哪一样不是我熬夜写出来的？沈南初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！你一个小策划，真把自己当什么专家了？我不是专家，所以你儿子凌晨3点给我打电话让我改方案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你闭嘴！你再碰我一下，我现在就让店长调监控留证。沈小姐，我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纠缠，今天是我试婚纱的日子，请你离开。纠缠？对，你拿着过去的转账和聊天记录闯进来，不就是想让他回头吗？顾小姐，我今天来不是抢你的小狼。哼，说的好听，不是抢男人，你跑到婚纱店来干什么？我是来看看，我用3年供出来的人，到底能烂到什么地步。把他赶出去！今天所有损失我赔。沈小姐，要不您先冷静一下，别影响其他客人。影响你们生意的是他，不是我。周先生，顾小姐这套婚纱尾款还没付。多什么嘴？尾款没付。周彦川，你昨天还跟我说公司奖金没到账，让我先垫男戒尾款。你让他给你垫婚戒钱？不是，那是以前的订单，我忘了退。昨天晚上8点47分，3860，备注婚戒尾款。你管这叫忘了退？啊！一枚戒指而已，你有完没完？我们燕川马上就是盛海的项目负责人，还差你这点钱？不差钱就还。沈南初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从你把协议塞给我的那一刻，觉得人就不是我。周彦川，今天试婚纱取消，你先把他说的每一笔钱给我解释清楚。明珠，你听我说。顾小姐，你想听解释，找他，我要的是证据。明天发布。周彦川，暖巢系统明天发布，负责人是你。公司安排跟你没关系。跟我没关系。这个项目的第1版名字叫归家系统，是我在出租屋里写的。
你写几个字就成你的啦？那我天天在家记账，银行是不是也归我？阿姨，我替你儿子还债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少拿36万说事儿，你自己要跟着燕川，自己要刷卡，自己要吃苦，谁逼你了？他红着眼求我，说只要熬过这一次就娶我。沈南初，你敢说没有？周彦川，他说的项目初考，你到底有没有用？明珠，他懂一点浮毛，帮我提过意见。真正落地进盛海做成项目的人是我。我提意见，你每次把方案退回来，说顾总看不懂，让我改得更像商业路演。改完你拿去汇报，现在叫我懂皮毛？行了，你别在这儿装受害者。3年里，你住我儿子的房，吃我儿子的饭，还想怎么样？那间出租屋房租一半是我交的，水电燃气账单在我手机里。你儿子欠债那半年，连泡面都是我买的，这也太过分了！你闭嘴！我们家的事儿轮得到你插嘴？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这3年不是陪他，是倒贴。你知道就好。燕川马上当项目负责人，你别拖他后腿。所以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南初，人要往前走，你帮过我，我记得，但感情不能拿钱绑架。36万是绑架，3年青春也是绑架。周彦川，你真会算账。够了，周彦川，项目的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。明珠，你别被他带偏。别碰我！你满意了？不满意，账还没清，项目还没还。想要东西是吧？回出租屋门口看去，你那些破烂儿，我早搬下楼了。你动我电脑了？我的电脑呢？那个旧电脑，燕川说没用，我让人拿去清理了，里面有项目原文件。沈南初，别再编了，没有证据，谁会信？周彦川，把电脑还我。一台旧电脑而已，你别演得像丢了命。里面有我3年的底稿，还有暖巢系统的第1版方案。哼，又来了，什么都是你的，债是你的，方案是你的，连我儿子的前途也该是你的。我从没要过他的前途，我只要他别偷我的。那就签字，签了，36万算你自愿赠与，项目资料算你无偿协助，以后别再闹。你连第2份都准备好了？我了解你，你情绪一上来，什么难听话都敢说，我总得保护自己。保护自己？你欠债的时候是谁保护你？少哭哭啼啼，签了就滚，别挡我儿子升职。我不签。不签，你连36万都拿不回，电脑没了，原文件也没了，你拿什么证明？哼，手写的。沈南初，现在是商业项目，不是小学生交作业。还给我！想要签字。南初，你在哪儿？我刚看到盛海明天发布会名单了，负责人是周彦川。我的电脑被他们处理了。别慌，你有没有云盘、邮箱、聊天记录？只要有时间处，就不是他说没了就没了。邮箱？谁的电话？周彦川，你以为删掉电脑就能删掉我这3年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明天发布会，我会亲自去听你怎么讲我的方案。先登录邮箱，转账记录证明钱，邮件时间车证明项目。这个邮箱我3年没删过，方案都发过这里，不可能。别慌，点找回。这个绑定信息是周彦涵改的，他连你邮箱都改了，这已经不是分手，是提前清证据。我以为他只是变心，没想到他从一开始就防着我。南初，别哭，你还有手机相册、微信文件、付款记录，证据不是只有1份。我记得第1版方案发给他那天，他给我发过语音。南初，暖巢这个名字真好，没有你，我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这条别删，马上备份。他说没有我翻不了身，翻身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踢下去。沈南初，你是不是在找邮箱？你动了我的账号，那是为了你好。你现在收手，我还能让你体面点。拖住他！体面？你偷我的方案还想让我闭嘴？你要是敢去发布会，我就让盛海法务告你窃取商业机密。你终于承认你怕我去了。明早9点，
盛海大厦，你敢出现，我让你连工作都找不到。他威胁你的证据有了，那我更要去了。他真的敢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发布？别冲动，先进去听他怎么讲，越完整越好取证。我知道。沈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内部发布会，闲杂人等不能进。我有报名二维码，报名不等于能进，尤其是来闹事的前任更不能进。你说话注意点，公开造谣，我们可以追责。追责？他昨天在婚纱店撒疯，今天又追到公司，不是闹事是什么？我不是来闹事，我是来确认一件事。确认周经理不要你了。沈小姐，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你再说一遍。保安，把他们请出去。两位女士，要不先到旁边沟通。我是正常报名的参会者，你们凭什么拦我？你还真来了。我当然要来，看看你怎么把别人的东西讲成自己的。沈南初，这是盛海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你敢进去闹，我让法务马上起诉你。周先生，你这句话我录下了。录吧，你们拿不出原文件，录再多也没用。顾明珠，他不但抢你的方案，还把署名送给老板女儿。什么叫把署名送给我？林叔，别听他们挑拨。顾小姐，你敢不敢让我进去听完这场发布会？我让你进去，但别闹。我只听他怎么讲。明珠，发布会马上开始，不能让他进去。你怕什么？如果项目真是你的，他听一场又能怎样？沈小姐，既然顾小姐开口，你就进去听，但里面全程监控，别丢人。放心，监控正好能证明谁先丢人。暖巢系统的核心是让普通家庭被智能设备温柔守护。这句话是我初稿第一页写的，时间、画面、原话全都记下来。比如夜归模式，家人深夜回家，灯光会提前亮起，门锁会自动识别风险。他连案例顺序都没改。这套模型是我在无数真实用户访谈中总结出来的。周经理，那独居老人误触求助时，系统怎么区分摔倒和普通弯腰？这个问题涉及算法细节，不方便公开。不方便，还是你不知道？初稿写了3重判断：姿态、停留、语音确认。你删了哪层？他怎么比周经理还懂？保安，他在窃取商业机密，还故意扰乱发布会。他问的是3年前初稿里的问题。赵助理，你说话要负责。把他请出去。周彦川，你要是真懂这个项目，就回答我。一个被我甩掉的前任，拿几句旧聊天就想碰瓷盛海，你配吗？周彦川，注意你的身份。谁允许发布会上闹成这样？暂停发布会，切宣传片，嘉宾不要离席。顾总，是我没处理好，他是我前任，故意来砸场。周彦川，你把偷项目说成情绪问题，真熟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南初，暖巢系统第1版撰写人。顾总，他撒谎，他偷看过我的资料，现在反咬一口。你刚说他只是前任，现在又说他偷资料，口径变得挺快。顾总，我作证，他昨天纠缠周总理，今天又带电脑进来，明显有备而来。我带的是证据，不是刀。你怕什么？周彦川，他刚才问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他问的越细，越说明他接触过项目机密。好，那我问不涉及机密的。暖巢系统最早的目标用户是谁？普通家庭。错，第1版是独居女性和老人。夜归、摔倒、误触求助是最先验证的场景。第2个问题，为什么后来才加儿童模式？因为市场需要。还是错，因为涉及监护权限，最初没过隐私评估，我放到第2阶段。这些内容项目材料里有吗？有些早期讨论可能提过。这本笔记写于你入职盛海之前，
你所谓的讨论是我熬夜写给你的。一本笔记能证明什么？手写的今天也能补。顾总，他没有原文件。听见了吗？没有原文件，拿本破笔记就想碰瓷上市项目，真敢演！谁说没有原文件？你想干什么？南初，语音、付款记录、赊载、备份文件都在。拿不出证据，盛海会追究到底。顾董，给我3分钟，我让所有人看看谁在侵占别人的成果。顾总，不能让他胡来，这是发布会，不是私人调解现场。如果是私人恩怨，你怕什么？我是怕影响盛海形象。影响盛海的不是我，是拿别人方案上台的人。哼，沈小姐，3分钟拿不出证据，你是不是当众道歉？可以，但证据是真的，你也准备好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那就让他放。明珠，他就是想毁了我，你帮他就是帮外人打盛海的脸。我只想知道你有没有骗我。投屏权限被锁了，看吧，连设备都不会用，还说自己是项目原创。赵助理，权限刚被改成仅负责人可投屏。发布会安全设置有问题吗？你怕我连上大屏？解除限制。是，顾董。还真有备份，文件夹名字谁都能改。那创建时间呢？那时候你还没进盛海。他以前用过我的电脑，文件名不代表内容。那就看内容。暖巢最早叫归家，是我写给他的翻身机会。关掉，拦住他！别急，项目的账看完了，该看钱的账了。沈南初，你敢把我的隐私放出来？完整明细我交给法务，大屏上只有目录。周彦川，你怕的不是隐私，是事实。情侣之间转点钱，你拿到发布会上卖惨，不觉得丢人？36万余元，每一笔都有转账记录和备注。周彦川，你敢说一句没拿过吗？周彦川，你所谓的低谷也是他替你扛的。明珠，那时候我确实困难，但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。你低声求我的时候说这是我们两个的事儿，现在你上台抢功，又说跟我没关系。就算转过钱，也不能证明项目是你的，你这是情感勒索。赵助理，别急，账目只是证明周彦川靠谁翻身，项目证据还在后面。你们敢继续放，我马上告你们侵权。走法务可以，公开部分到此，完整材料交法务核验。顾总，他就是要钱，当年他自愿帮我，现在看我进了盛海就想敲诈。那就听一句关键片段，完整录音我会交给法务。南初，求你帮我最后一次，只要这笔债清了，我一定娶你，我这辈子都还你。你说你从没求过女人帮你。明珠，那是过去，我现在爱的是你。别碰我！你连过去都是假的。36万，我可以不要，但你偷走的名字必须还给我。把项目原件提交记录，负责人变更记录封存，交法务核验。不行！你怕什么？今天发布会取消，对外发声明，项目资料封存。顾总，不能取消，现在封资料，外面只会以为盛海项目有问题。就凭几张转账、几段旧录音，你就怀疑我？他是我前任，当然想毁我。周彦川，别把偷项目说成感情纠纷。顾董，他连盛海员工都不是，凭什么让我们取消发布会？清白的人不怕查。你清白，就让技术员调记录。明珠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。为了我们，还是为了你自己上位？星蓝资本的江总到了。看来我错过正式发布，赶上内部审查，
江总，抱歉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这不是笑话，这个名字我见过。你见过归家系统？江总，项目名字相似很正常，不能说明什么。我还没说在哪里见过。周经理急什么？3年前，有人给星兰投过匿名路演稿，名字就叫归家。第一目标用户是独居女性和老人。那是我的稿子。空口一句你看过就能作证？江总，别被他利用了。我不会做伪证，但星兰投稿邮箱有原始记录。江总，能调出来吗？可以，但要沈小姐确认一件事。你问。3年前那份路演稿，署名是不是南初？是，那是我妈给我取的小名。对上了，星兰可以配合调取原始投稿记录。不行，外部投稿不能干涉盛海内部项目。你必怕盛海查，也怕星兰查。周彦川，你到底偷了多少？顾董，星兰是外部投资方，他现在站出来说见过方案，谁知道是不是想趁机抢盛海项目？周经理，星兰如果想抢项目，不会等你把发布会办砸才开口。江总，你和沈南初一唱一和，未免太巧了吧？赵助理，你刚才还说没有投稿记录，现在江总能调，你又说太巧，你的标准挺灵活。江总，谢谢你愿意查记录，但这是我和周彦川的事，我不想把星兰卷进来。听见了吗？他自己都承认是私人恩怨。私人恩怨是你欠我的36万，项目原创是你欠我的名字。沈小姐，我不是来帮你吵架的。星兰只看2件事：项目价值和原创归属。什么意思？如果3年前的投稿记录能证明归家系统出自你手，星兰愿意重新评估这个项目，不是同情，是合作。合作？他拿着盛海发布会资料去找你们，这就是泄密。他3年前先投给星兰的东西，什么时候成了盛海机密？这个问题我也想听你解释。周彦川，你一直说他碰瓷，可为什么每查一条，时间都在你前面？明珠，项目能落地靠的是我，他有想法又怎么样？没有我，他什么都做不成。所以你承认，最早的想法是我的？周经理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他说出来了。顾董，星兰后台已经查到3年前的投稿邮件，收件时间比周彦川入职盛海早9个月。假的，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周经理，再抢一次，我会让星兰法务直接介入。原来我不是没人看见。你现在要做的，不是求谁相信你，是把你的项目拿回来。今天到此为止，项目资料封存，所有后台记录不准再动。是，顾总。顾总，星兰的投稿记录只能证明他提交过方案，不能证明盛海项目归他。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没有你，我什么都做不成。我说的是落地能力，一个想法谁赚都可。你连他的想法都不敢承认。周彦川，你跟我出来。你到底删没删过沈南初的名字？明珠，我没有删他的名字，我只是把不规范的外部协助记录整理掉。整理？把他整理没了，再把我整理成核心策划？我是为了你，你刚回国，需要一个拿得出手的项目。等我们订婚，顾董也会更放心把资源交给你。所以我也是你往上爬的一层台阶。不是，我爱你，我当然要替你铺路。我不需要你用偷来的东西替我铺路。顾小姐，其实周经理也是为公司考虑，沈南初那种前任最会抓着旧事不放。你闭嘴！我问周彦川，轮不到你替他背刺。对不起。你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备份资料。删除外部顾问署名申请。明珠，这只是流程文件，你别误会。文件上写着申请人周彦川，审批协助赵菲菲，你还想说是他伪造的？明珠，订婚夜马上就到了，现在闹开对你、对顾家、对盛海都没好处。你不是怕对我没好处，你是怕订婚宴上所有人都知道你靠女人上位。既然都说不清楚，明早9点开项目复成会，相关人员到场，谁也不准缺席。沈南初，你给我出来！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。别开，我先录像。阿姨，你又想闹什么？签了，
承认今天是你故意闹事儿，承认那些钱是你自愿给的，承认项目跟你没关系。你们周家是不是只会拿协议堵嘴？少装清高！你不就是想毁了我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燕川要是没了工作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周女士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我都录着。录啊！我还怕你？她一个女人，没结婚就给男人花36万，说出去谁丢人？丢人的不是我，是拿女人钱翻身还转头咬人的周衍川。南初，我妈年纪大说话冲，你把今天的证据撤回，我可以不追究你扰乱发布会。你不追究我，周衍川，你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摆什么恩人架子？别逼我把话说难听。你说，正好让大家听听，盛海前项目负责人还能编出什么？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女人倒贴我儿子不成，就跑去他公司闹，害他发布会取消。你们看啊，年纪轻轻心这么毒，嫁不出去就毁男人前途。你们再大声点儿！造谣、威胁、私闯住宅，证据更完整。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插嘴。沈南初不是你家人，你妈堵他家门，就轮得着法律插嘴？我最后说一遍，离开。你吓唬谁？这是我们周家的事儿，物业还能管你不签协议？好，那就让物业和保安看看，你们怎么堵门逼我签假协议。沈南初，你疯了！不疯的人，才知道把证据留给该看的人。这是业主住处，不是你们吵闹逼人签字的地方。再不离开，我按规定做扰民登记。物业也管这个？是他害我儿子丢工作。他逼我承认36万是赠与，还逼我认项目无关，证据都在。南初，你非要把我妈也拖下水？是你们自己上门逼我签假协议，别装成受害者。明天复合会前，你最好把嘴闭上。我一定会来。今天不谈感情债务，只谈项目。你说暖巢是你主导的，就现场讲。暖巢核心是家庭安全，覆盖夜归、老人和儿童看护。第一个版本没有儿童看护，后期迭代加入，不影响整体逻辑。独居老人误触求助，为什么不能只用姿态识别？因为会误判。怎么解决误判？通过算法优化。哪个算法？停留时间、语音确认，还是联系人回拨？这些你没跟我说过。明珠，复合会不是技术答辩，他是在故意钻细节。产品负责人怕细节，就不该站在这里。周经理负责统筹，不可能每个细节都记得。那他怎么敢把原创署名全拿走？沈南初，你继续问。暖巢最早为什么叫归家？名字只是包装，不重要。因为我妈走后，我最怕回家没人亮灯。我写的第一句是让晚归的人知道有人在等。卖产有用吗？项目不是写作文。对，项目不是作文。你连用户为什么需要它都说不清，不配叫负责人。顾董，复合会不是让他表演个人故事的，项目落地看资源，不是看谁会煽情。那就看落地。你说夜归模式能识别风险，风险等级怎么分？根据用户行为。什么行为？开门时长、门锁失败次数、楼道停留，还是陌生设备靠近？这也是细节。这些是技术团队负责。你刚才说项目是你主导，现在又全推给技术团队。沈南初，你别咄咄逼人。周经理是管理者，不是程序员。管理者可以不写代码，但不能不懂自己卖的东西。那你说，夜归模式怎么分级？1级提醒是用户晚归但路径正常，只亮灯、开门锁。2级预警是门锁连续失败或楼道停留超过30秒，通知紧急联系人。3级求除是陌生设备靠近，用户无响应，再启进物业和紧急联系人联动。这比发布会上的版本清楚多了。背得熟而已，谁知道是不是他昨晚看了资料现编的？那我再说一个发布会资料里没有的，最初版本为什么不用人脸识别？因为成本高。错，
因为独居女性夜归场景里，人脸采集会带来隐私风险。我删掉这项，是怕产品还没保护用户，先把用户暴露了。这个判断像真正做过用户访谈的人。查内部文档，有没有这条删改记录？有。3年前的初稿备注里写着取消人脸识别，保留低侵入性安全判断。备注人沈南初。备注人也可能是后面改的。改不了，这个版本是项目导入盛海前的原始包。周彦川，这份原始包是谁带进盛海的？顾董，我需要时间核对。不用核对，是你从我邮箱里下载走的。沈南初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的邮箱我怎么可能进去？你改过我的绑定信息，收验证的联系方式换成了你的，你连他邮箱都动过。他以前让我帮他处理过资料，账号权限一直混在一起，分手后他忘了，不能怪我。真会说。那我们就看登录记录。顾董，外部邮箱不能直接查，但可以核对原始包导入设备。查。原始包导入盛海前一天，下载设备名是 ZC 秋川 Laptop。周彦川，你的电脑名？重名而已。设备指纹能重合，登录位置也能重合。那间出租屋是你和沈南初住过的地方。这只能证明我下载过文件，不能证明我偷。他以前所有东西都让我帮他整理。你整理到把我名字删了。周经理，我之前真的不知道原始包是沈南初的。菲菲，坐下。是你让我在群里说他偷商业机密，说他是被甩后报复。你说只要舆论压住他，他就不敢闹。赵助理，把刚才那句话再说清楚。聊天记录都在。周经理让我发群，还让我来沈南初进发布会。赵菲菲，你为了自保，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不是你说他没背景、没证据，随便扣个偷资料的帽子就能压死他吗？原来这就是你说的体面。你不只偷他的项目，还要毁他的名声。明珠，他们现在联手陷害我，你别信。顾董，造谣记录、导入日账、星兰投稿记录，3条证据链已经能互相印证。赵菲菲，提交全部聊天记录。周彦川，暂时移交电脑和账号。凭什么？里面还有我的私人资料。你用它导入争议资料时，就该接受项目核验。公司电脑和项目账号先交法务封存，涉及个人资料的部分，律师见证后单独处理。顾董，你这是不信任自己人，反而信一个外人。我信证据。你交不交？明珠，连你也逼我。不是我逼你，是你把所有人都骗到墙角。沈南初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没必要，你们顾家人一句话，南初就要配合。我去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钱、项目，还是让我订婚宴变成笑话？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你的订婚宴，可现在所有人都在看顾家的笑话。那你该问周彦吞，为什么把顾家绑到他的谎话上？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？我以为我选了一个靠能力往上走的人，结果他靠的是你。这是36万账单，这是归家系统初稿，这是星兰投稿记录。我给你，不是让你同情我。那你要我做什么？看清楚，然后决定你要嫁给一个人，还是嫁给一个谎。你不怕我拿走这些，反过来帮他？你可以试试，但我手里不止这一份。他跟我说，你是看他成功了回来要钱。他落魄时我给钱，他成功时我成了要钱的人。沈南初，我不会站你这边，我也不需要你站我这边，我站事实。订婚宴之前，我会让周彦川亲口解释。你们非要逼我，
那就别怪我。他信了吗？他说不战我，只战事实。唉，那比战周彦川强。沈小姐，方便谈谈吗？如果是为了盛海项目，我能说的刚才都说了。不是盛海项目，是3年前的归家系统。什么意思？星兰明天有内部路演，我邀请你以原作者身份重讲归家系统。江总，你是帮南出，还是想趁盛海出事抢项目？都不是，星兰只看项目价值。3年前我们错过了，现在想正式评估。我不想再被说偷商业机密。你不能带盛海资料，只能用3年前投稿版、手稿和原始记录，这样才干净。星兰会开隔离项目组，所有材料先过第三方法务存证，不碰盛海建档后的文件。干净？当着盛海的面挖人还说干净？你偷我的方案时怎么没想过干不干净？江总，盛海发布会刚取消，你就约他去星兰，你敢说不是商业窃取？他3年前投给星兰的方案和今天被封存的资料不是一回事。名字一样，场景一样，怎么不是一回事？沈南初，你前脚说拿回项目，后脚就投奔竞争对手，还敢说不是预谋？我早有预谋。我3年前写方案时，你还在求我替你还债。可他去星兰就是把盛海项目往外带。赵菲菲，你刚交完造谣聊天记录，这么快又想立功？我已经通知法务，你只要踏进星兰一步，我就告你泄密。你告，正好让法务查清楚归家系统到底先属于谁。周彦川，盛海法务不是你的私人打手。沈小姐，你去星兰只能用盛海建档前材料，否则我一样追责。我明白，我不拿不属于我的东西。之家从归家的原始逻辑重做，全程留痕，接受核验。明早10点，星兰资本，你来不来自己决定。他不敢去，我敢。顾董，沈南初今天去星兰路演，等于把封存项目带给竞争对手。他说只用建档前材料，他说你就信？他手里有复核内容和技术细节，星兰明天就能照做。你怕他泄密，还是怕他证明你偷了？明珠，我是在护盛海，也是护顾家。你每次说护我，最后都是护你自己。顾董，如果沈南初使用盛海建档后的资料，我们可以追责，但他若只用建档前原稿，盛海很难禁止。那就先发函，把他吓住。他这种人最怕麻烦。所以你不是怕泄密，你是想吓住他。我是在止损。法务可以旁听，但不准越界。谁拿盛海法务当私人武器，我先处理谁。别怕，手稿、投稿邮件、原始 U 盘都是盛海建档前的。我不怕，只是没想到拿回自己的东西也这么难。沈南初，你还真敢来！我说过，我敢。盛海法务函，你今天只要讲到暖巢，就是泄密。写的挺吓人，可惜吓不到懂法的人。沈小姐，我们只是提醒边界。星兰今天评估的是3年前归家原稿，不是盛海暖巢。名字不同，核心一样。对，核心一样，因为暖袍偷的就是归家。你今天敢进去，我就让你背上官司。你告我泄密，我就告你侵权，法庭见也行，路演厅见也行。沈小姐，路演时间到了。那就从路演厅开始，归家之后，我会把支架做出来。今天评估3年前归家原稿，盛海建档后的资料不进入讨论。路演全场录屏留档，涉及盛海建档后的问题，沈小姐可以拒答。说得好听，她讲的每句都会变成星兰抢项目的证据。那你站近一点，听清楚我有没有用你的东西。江总，我代表盛海旁听，确认边界。可以，旁听不打断。如果他泄密，我当然要打断。你这么怕他开口，是怕泄密还是怕露馅儿？沈小姐，开始吧。归家最早不是智能家居平台，而是面向独居女性和老人的低侵入式安全方案。低侵入式什么意思？不依赖人脸采集，不强制录音录像，只在异常行为出现时提醒。商业化会不会太窄？听见了吗？太窄。他这套东西只适合写论文。所以我第2阶段才扩展家庭场景。你偷走的
正是第2阶段。方向可以听，但重做不是换个名字，产品、演示关路、试点对象都要重新跑。尤其是误触取消权，多一步确认，演示稳定性会受影响。所以我才要保留它，删掉这一步，归家就只是设备联动，不是保护用户。第1阶段解决信任，第2阶段协同，第3阶段平台化。归家不是卖设备，是让用户敢把安全交给系统。继续。夜归模式分3级，1级照明，2级通知联系人，3级求助，每一步都保留取消权。这些盛海发布会上也有。盛海发布会删掉了取消权，因为你只想讲功能，不懂用户害怕什么。你有用户访谈吗？有，3年前27片访谈记录，隐去姓名，只保留年龄、居住状态和担忧。这些不是盛海资料，打印时间和云盘时间都在盛海建档前，你可以核。云盘时间也能作假？周经理只会说能作假，就拿出相反证据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现在重启归家，你最先做什么？先把名字拿回来，再补回用户保护机制，重做版就叫之家。没有盛海资源，你拿什么做？我拿自己做，至少我不会删别人的名字，再说自己是负责人。沈小姐，方案讲得清楚，不等于原创归属清楚。你能证明这些内容3年前就存在吗？问到点子上了。讲故事谁不会？云盘时间、手稿照片全都可以后补。所以我今天带的不是一份证据，是一条时间线。第1份，3年前6月17日，我把归家系统第1版用户模型发到星兰投稿邮箱，发件邮箱是我的，收件服务器是星兰。星兰后台可以核验原始收件记录，不经过沈小姐电脑。投稿过又怎样？也可能只是空壳方案。第2份，云盘自动保存记录，同一天晚上11点46分，我上传了完整流程图和用户访谈摘要。这个云盘记录能导出原始日志吗？能，导出日志、哈希值、云服务回执都在这里，你们可以找第3方核。哈希值普通人听不懂，你们少拿术语吓人。周先生，我们听得懂。第3份是我和周彦川的聊天记录。私人聊天你也放？你能把我说成偷商业秘密，我就能证明是谁先求我做方案。还有关键语音片段，完整录音交法务，现场只看脱迷文字摘要。你当年说算我们2个的，后来进了盛海，你把我们删成了你。恋爱里的话能当证据？我哄你2句，你还真当真了？我当真的是方案，不是你的情话。现在有投稿记录、云台日志、聊天记录、语音，盛海还要继续说他泄密吗？如果这些时间差属实，至少能证明归家系统早于盛海建档。归家项目可以进入初步审核。初审不是投资，它能证明过去，不代表明天能做出支架。如果要进入下一轮，我需要看一版不依赖暖巢资料的演示链路。可以，支家不靠暖巢，我从归家的原始逻辑重新搭。不行，他还没证明暖巢完全等于归家。对代表已经封存给法务，今天在星兰，我只讲支家怎么重做。夜归、老人照护、紧急联系人、误触取消权，都是归家原稿里的模块。模块相似不代表抄袭，别把行业共识说成你的发明。行业共识不会连场景顺序、备注语句都一致。归家项目继续审核，支家重做版我们同步评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还不知道你闹到人家公司来了。叔叔，事情不是周家说的那样。我跟我女儿说话，外人别插嘴。亲家，你看看他把燕川逼成什么样了，发布会取消，工作也快没了。你再叫亲家试试，我和周彦川没领。南初，好聚好散不行吗？36万就当买教训，你非要跟有钱公司斗，斗得过吗？爸，你连问都不问，就让我认了。我问什么？
你周阿姨都说了，你替人花钱是你愿意，感情没成就算了，别把名声搭进去。叔叔，36万有备注，项目有时间差，他不是闹，是维权。维什么权？顾家、盛海、星兰，哪个是普通人惹得起的？普通人就该被偷，就该闭嘴。叔叔，我也不想闹成这样，只要南初停手，我会补偿他。你补偿我，拿你偷来的项目，还是骗来的订婚？南初，你知道我这3年怎么过的吗？白天上班，晚上接私活，连妈留下的金镯子都卖了。你让我算了。他自己愿意的，谁逼他？你儿子低声求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这些你以前怎么不跟我说？因为我以前总觉得懂事一点你就不会为难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越懂事，越没人替我说话。你非要拖所有人下水？不是我拖，是你欠的债太脏，谁碰谁脏。这些钱，这些录音都是真的？我没必要拿妈的金镯子骗你。叔叔，周家还在群里说南初讹钱，我截图了。金镯子的事儿，你真没跟爸说过？说了你会信吗？叔叔也在，正好，我想体面处理。你每次说体面，都是想让我闭嘴。这里有5万，还有一份声明，签了，明天订婚宴别出现。5万？你不是说他是讹你？叔叔，这是补偿，不是认账，我不想再刺激他。36万叫赠与，项目叫误会，5万叫补偿，你真会改变。5万不少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倒贴还要闹订婚宴，要不要脸？继续说，我录着。5万封口费，证据挺新鲜。程璐，你别什么都往风口上扯，我是看在过去情分上帮他。帮我？爸，看清楚，这就是他说的补偿。燕川，你这是让他认自己撒谎？叔叔，明天是我和明珠的订婚宴，闹大了，顾家难堪，南初也没好结果。所以你拿5万买我的3年，36万还有我的项目。你明天敢去订婚宴，我让所有人都以为你是个纠缠前任的人。你再说我女儿一句试试。你女儿把我儿子害成这样，你还护着她？我以前糊涂，现在我听明白了，是你们一家欺负我女儿。爸，叔叔，你别被他带偏，他现在有星兰撑腰，心早野了。这5万你留着，明天订婚宴我一定去。你敢？我不只敢去，我还会把这份放弃追究声明送给顾明珠看。感谢各位来宾，今晚不仅是周先生和顾小姐的订婚宴，也是盛海新项目的重要节点。我儿子走到今天靠的是本事，以后进了顾家，可不是谁都能攀得上的。周先生年轻有为，顾董眼光真好。妈，少说2句，你喝多了。我偏要说，有些人昨晚还想闹，今天连门都进不来。周彦川将暂代暖卧项目负责人，后续接受最后复核，复核通过，盛海会正式任命。谢谢顾董信任，我一定不辜负盛海，也不辜负明。今晚我没拦着流程，是给你最后一次解释。等沈南初进来，你别再拿我当挡箭牌。别让外人影响我们。这位女士，请问您有请柬吗？沈南初，你还真敢来！昨天5万你不拿，今天跑来丢人现眼。5万？什么5万？明珠，他胡说，我昨晚是想劝他别闹。劝我？拿钱？拿声明让我承认36万是自愿赠与，承认项目跟我无关，这叫劝？沈南初，今天是订婚宴，你别太难看。难看的不是我，是你把封口费塞进信封的时候。信封、声明、录音都在。周先生想现场否认吗？保安，把他们赶出去！这种人就是来敲诈的。
我今天不是来要钱的。哼，那你来干什么？看我订婚后悔了？我来让顾明珠看看她未婚夫昨晚想买走的真相。沈南初，你敢把东西递给他试试？让他递给我。明珠，他就是来毁我们的。我让今晚照常，不是信你，亲友都在，顾家也在，我要听你当众把话说清楚。看什么看？他就是想要钱。昨晚5万嫌少，今天又来讹大的。钱账发布会上已经放过，我今天不重复。那你还来干什么？不就是见不得我儿子进顾家？涉及周延川和盛海名誉，公开部分只说封口声明，项目资料交法务核验。顾董，今天是订婚宴，你清白，就让他说。完整录音交法务，我们只放昨晚的新片段，不碰项目原文件。这里有5万，还有一份声明，签了，明天订婚宴别出现。5万，买他不出现在订婚宴。我只是想息事宁人。息事宁人，为什么要我放弃追讨36万，还放弃项目权益？他闹到公司，又闹到订婚宴，给他5万还不够仁义？仁义？你们是怕我拿回钱，还是怕我拿回名字？这份声明是你准备的？毫无模板，他纠缠不休，我总要保护自己。模板会把5万转账凭证一起夹进去？归家系统就是暖巢的原名，只是他以前随口起的名字，项目落地和他没关系。项目账不用在这里找，证据目录已经交给顾董和法务。沈南初，你别得寸进尺！你昨晚想买走的不就是这一页吗？关掉！这是盛海机密，谁让你们放的？我让放的，你再动一下，我就让法务按流程处理。顾董，钱的事我可以解释，但项目不能混为一谈。你刚才说钱和项目无关，那就看项目本身。他一个外人懂什么项目？我儿子才是负责人。阿姨，别说了。原数据完整，创建人是沈南初，未发现后期伪造痕迹。恋爱期间共同讨论过很正常，文记名也能改，这算什么证据？所以我们准备了第2份。这是你项目里的记录。早期团队资料混乱，谁都可能写过备注。那第3份，你也说是别人写的？夜归模式不能只做灯光联动，老人误触取消权必须保留，紧急联系人要有2次确认。这只是想法，想法谁都有，真正把它推进盛海跑资源做落地的人是我。落地？你连误触取消权为什么要保留都答不上来。周彦川，你发布会上说那是你做的用户访谈。明珠，我只是用了他一点建议，项目主导权还是我。一点建议？连你给盛海的第1版路堆稿，标题都是我写的，你拿他的稿去敲开盛海的门？不是这样，我只是借鉴，我改过，我有贡献。贡献和侵占是2回事。你们就是欺负我儿子！一个女人写几页纸就想抢我儿子的前途？我不是抢他的前途，是拿回我的名字。所以你靠他的稿进盛海，又拿我的婚约往上爬。明珠，你别被他带偏。我承认早期参考过他，但我爱你是真的。你爱我，还是爱顾家的资源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你昨晚让他签这个，不是为了我，是怕我今天看清你。明珠，别听他挑拨，男人事业上借点力算什么？我儿子会对你好。借力？借别人的钱，借别人的方案，借我的姓氏，也叫借力？顾明珠，你现在当众羞辱我，对顾家有好处吗？你终于不装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明珠，我只是太怕失去你。你怕失去的从来不是人，是能让你上位的台阶。沈南初，你闭嘴！该闭嘴的人是你。明珠，亲友都在，你现在取消，所有人都会看顾家的笑话。我不取消，才是顾家的笑话。戒指都戴了，酒也开了，你想让我儿子当众难堪？他难堪是因为他骗来的。顾小姐，这流程还没到交换戒指后的致辞。不用致辞了。明珠，你别冲动，我可以解释，我可以把项目署名补给他。
署名不是你施舍给我的，是你偷走后必须还的。你非要毁了我？不是他毁你，是你把我们每个人都当成垫脚石。请不要拍私人影像，今晚的证据交法务，不交给看热闹的人。各位，今晚订婚取消，我和周彦川从此没有任何婚约关系。不行，你说取消就取消，我们周家丢不起这个人。丢人的不是取消订婚，是嫁给骗子。顾董，我和明珠只是吵架，您劝劝她。周彦川，订婚的事结束了，现在该谈盛海的事。各位，订婚取消，接下来是盛海内部事务。顾董，您不能听一面之词，我为暖巢熬了多少夜，您看见过？我看见的是你连核心逻辑都答不上来。技术细节不是全部，项目推进是我拉资源、跑客户、费选里资源不等于偷署名。沈南初，你非要把我逼死才满意？你拿他钱和镐石没死，现在查到你头上就活不下去了。顾董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！我儿子快成你女婿了，你们说不要就不要。他不是了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当众退婚，以后谁还敢娶你？不用你操心，我宁愿不嫁，也不嫁骗子。宣读处理意见。即刻起暂停周彦川在暖巢项目中的全部职务，按公司制度封存公司电脑、公司邮箱及项目账号，项目归属进入内部调查。凭什么？我还没被定罪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对我。你用盛海账号拿盛海薪水，项目有重大争议，公司当然有权封存。明珠，帮我说句话，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，才走错一步。一步？你踩着沈南初上位，又想踩着我进顾家。我爱过你，我真的爱过你。你爱的是我能给你的东西。明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公开道歉，署名给他，钱也还他。你到现在还觉得名字和尊严是你能给的？彦川，你让开，别求他，顾家欺负人。保安，请周先生和周女士离场。顾成义，你们顾家卸磨杀驴，没有我暖巢根本做不起来。那就查清楚，暖巢到底是谁做起来的。沈南初，你别以为你赢了，盛海查你一样不会手软。沈小姐，明天上午请你也来盛海法务部一趟。沈小姐，盛海暂停周彦川，不代表认定项目属于你。你需要证明你没有窃取盛海商业机密。他是原创人，凭什么先被当成嫌疑人？因为你们在订婚宴公开了项目资料，盛海必须核查来源。可以查，但同一套标准也要用在周彦川身上。听见了吗？盛海也怀疑你。沈南初，你以为顾家退婚你就能洗白？我来配合调查，不是来听你定罪。你把暖巢资料带去星兰路演，还敢说没泄密？第一，归家初稿创建时间比你入职盛海早9个月。第二，星兰投稿记录也早于暖巢立项。第三，之家重做版只使用建档前材料。他提交的云盘哈希、邮件头和投稿回证仅供法务核验。哈希谁听得懂？这些东西都能伪造。那你也提交能核验的原始记录。我的电脑不是被你们封了吗？封存不是销毁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求盛海怎么处理？一、停止使用未经确认犬除的暖巢资料。2、周彦川公开道歉。3、确认归家系统原始方案归我所有。4、如果盛海坚持说我泄密，我会同步反诉周彦川侵权和诽谤。还想告我？你敢侵占，我就敢告。没有盛海资源，你那点方案1分钱不值。值不值，不由侵占成果的人定价。今天内完成来源核实。核实期间，
卵巢对外资料下架，之家只按原始方案评估。顾董，这等于承认项目有问题。不查，问题更大。还有这个，赵菲菲昨晚联系我说，她愿意带原手机和会议后台记录来补证。她胡说！赵菲菲为了自保，什么都敢编。那就让她进来说。赵菲菲，想清楚，伪造证据要担责。我就是想清楚了才来的。把东西交给技术员。3月12日晚，纪要被2次修改，原记录是沈南初提供归家出厂，修改后是周延初主导早期构想。后台谁都能改，凭什么说是我？因为你让我改的。你说沈南初不是盛海员工，名字不能留。你撒谎！你自己发的，把南初2个字删干净，让顾董看到外部人员参与核心设计。所以发布会前你就知道他不是碰瓷。明珠，我是为了合规，外部人员名字留在项目里会影响融资，所以你就把原创人删掉，把偷来的东西包装成合规。你别上纲上线。删记录、改机要、让人造谣，哪一条不上线？机要相关的原始指令呢？原手机里有验证码和审批截图，他让我用我的账号改，再删后台导出。你收了谁的好处？沈南初给你钱了？是你承诺我，你说项目过了调我去总裁办，跟着你不会吃亏。周彦川，你还有解释吗？顾董，我承认不妥，但项目离不开我，盛海不能因为几句聊天否定我。盛海不缺会邀功的人，缺的是敢担责的人。你连认错都在算利益。我只是想往上爬，没资源的人不抢就永远没机会。你可以往上爬，但不能踩着别人不放。记录在案，终止周彦川参与的全部项目合作，解除卵巢权限，后续追责由法务评估。不行，顾胜业，你这是毁我！是我毁你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。沈南初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你还敢来？要叫保安吗？我不闹，我想跟南初单独说几句话。我们之间没什么要单独说的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再狼狈，你都会听我解释。以前我以为你只是难，现在我知道你是坏。南初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顾家不要我，盛海也不要我。你还真会挑人同情你。我不是求同情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。顾明珠摘戒指前你怎么不说？那时候我被欲望冲昏头了，我以为进顾家站稳了就能回来找你。你回来找我是让我当备胎，还是让我替你收尸？你别把话说这么难听，我们3年感情不是假的。假的不是感情，是你。别碰他！程璐，这是我和他的事儿。你和我的事儿，在你让我签放弃追究声明那晚就结束了。我可以还钱，36万，我分期还，项目署名也给你，只要你测速，帮我跟顾董说一句，我还能翻身。你看，你求的不是我，是退路。我只是想活下去。你活下去的方式，不能再是踩着我。南初，我求你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你不是听我的，你是没人听你的。周彦川，别再缠着我女儿。叔叔，我是真心悔过。你悔过，是因为报应轮到你了。周彦川，我不是你的退路，也不是你的垃圾桶。你真要这么绝？是你先把路走绝的。沈南初，你会后悔的。误触取消权会多一步链路，为演示稳定，我建议先删。不能删，这是工程风险，这是用户安全。老人误触、孩子乱按、深夜误判都需要撤回。沈小姐，你最缺稳定，不是理念。明天翻车，星兰跟着丢人。何总，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江总，我反对拽家投资，他刚从盛海纠纷出来，热度有，风险也大。我接受风控，不接受你把我的产品叫纠纷。
记者问36万前任，你讲产品还是委屈？我讲产品，36万是我走出的坑，不是卖点。记住，发布会不是证明委屈，是证明你能走远。我明白。周彦川发来律师函，要求星兰停止发布，说之家复制暖昌。看见了吗？还没发布，官司先来了。盛海已经下架暖潮，他凭什么代表盛海？函件不是盛海发的，是周彦川个人名义。他连公司邮箱都没了，还想下停之家发布会。沈南初，你敢发布，我就告到你融资失败。你现在连自己都保不住。你以为江旭白真看上产品？他只是看上热度，热度没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周先生，星兰看中的是原始方案、用户模型和数据，你没有一样。江总，你护他护得这么急，不怕被拖下水？我只怕好项目被烂人耽误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之家和归家到底区别在哪儿？归家是等一个人安全回家，之家是让每个家庭知道危险在哪儿，选择权在哪儿，求助的人在哪儿。所以误触取消权不能删？不删，演示不稳，我们今晚改到稳。星兰追加投资，发布会照常。我保留反对意见。可以，明天我用产品说服你。最后提醒你，记者一定会问周彦川，你被情绪带走，投资会停。我知道，今天我讲产品。去吧。沈小姐，之家选在盛海风波后发布，是不是借前任皱纹炒作？这问题也太恶意了。如果我要炒作，今天台上会放账单。可我打开的是产品，之家不替用户做决定，他先感知风险，再提醒确认，最后启发求助。误触取消权不能删，因为安全不是吓人，是把选择权还给家人。链路稳定，商业化怎么做？只有情绪价值，很难规模化。第一，和智能门锁、摄像头厂商做轻量接入。第二，在本人或监护人授权下，给养老社区和独居家庭提供订阅服务。第三，开放家庭安全评分，不卖隐私数据。不卖数据，利润从哪儿来？从服务来。数据加密，可撤回，可删除。用户不是流量池，家也不是广告位。可周彦川发函说你复制暖潮，你怎么证明之家不是换壳？时间线、原文件、星兰投稿记录已经由第三方法务存证，需要看证据，发布会后可以看。现在我只回答产品。星兰也会对恶意阻挠保留追求权利。成功了，产品过了第一关，后面数据我会继续盯。沈小姐，我来向你道歉，之前我误会你，也让周彦川借顾家的名义伤害了你，你不欠我全部，但这个道歉我收下。之家很好，以后如果顾家有家庭安全项目，我希望第一个找你谈。可以，但下一次合同上只写清楚一件事，谁创造谁署名。沈小姐，之家拿到多家投资意向，你最想感谢谁？感谢愿意相信产品的人，也感谢那个终于没有放弃自己的我。这句比怼人还帅。第一批试点名单，养老社区、独居女性公寓3家硬件厂商都在里面。终于不是拿证据证明我是谁，是拿产品证明我能做什么。还有一条好消息，盛海法务确认归家原始方案归你，36万返还和公开道歉也进执行流程了。那笔钱追回来，投进之家的第一批试点。这些本来可以是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的，是我差点被你抢走了。南初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失去的不是你一个人。别说的这么深情，你失去的是便宜占尽的机会。如果当年我没有犯错，我们会一起站在这里。不会，因为你从来不想一起站，你只想让我站在你身后。你现在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给我。余地我给过，36万3年，无数个熬夜方案都是余地。他就是周彦川。周先生，请问您对网上的传闻有什么回复吗？别拍，我和他的事已经结束了。别拍他，该承担的交给法务，我不靠围观赢。对，结束了。盛海法务的调查还没结束。顾明珠，你还要赶尽杀绝？我只是学会了不替骗子收拾残局。我怎么会走到今天？因为你每一步都踩错了人。
接下来想做什么？把之家做出来，真正进到那些需要他的家庭里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以后每一份合同、每一个项目、每一次签字，都只为我自己。